大家来到我们嘉德30周年的直播间啊！我是瓷器及古董珍玩部的总经理刘洋。今天呢，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自德堂主人冯伟瑜女士和嘉趣雅集的学术顾问，也是我嘉德的老前辈金立言先生，给大家一起带来一场关于单色釉收藏的一场直播。其实我们刚开始说是一个讲座的形式，后来我觉得咱们大家聊聊天，我觉得更生动、更活泼，也更能跟大家怎么说呢，产生一些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留言提一些问题，我们正好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哈。首先，我先那个喧宾夺主一下，我先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30周年的一些关于我们30周年这次拍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这次呢是我们嘉德30周年的生日，也是我们今年的春拍，然后也得到了很多朋友、很多我们的客户，还有我们的收藏家的大力支持。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次征集到了天明楼的收藏，还有我们自己呢也有很多我们关于单色釉的专场，还有我们的玲珑瓷的专场，还有我们一些关于杂项的，都有很多很重要的专场啊。这其中有一场就是我们今天特地邀请到了啊冯小姐跟我们一起，冯小姐支持我们的这个自德堂收藏的单色釉专场，我们选择了15件的单色釉瓷器。大家咱们说，其实我觉得说自德堂，咱们好多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但是一说我们业内的黄釉女王，大家就都知道了，是吧？啊，冯总其实是一直是以这个收藏黄釉闻名于我们的收藏圈的，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是，冯总就是其他各个颜色的单色釉收藏也很丰富啊，是吧？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你说30周年了，冯总是我们老朋友了，一定要请冯总支持，然后我们就一起设计了这么一场单色釉的拍卖。然后我们其实咱们之前是讨论了2、3种形式，最后我们选了一种，选15件东西，因为我们跟冯总收藏大概是15年的时间嘛，是吧？差不多吧，应该是啊。家园15年啊，对，跟我们嘉德的缘分也是15年，我们选择15种不同的釉色，每一个釉色只选一件啊。本来里面还没有，还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的那个，本来我没选黄釉，但是我坚持让冯总必须得把自己的黄釉拿出来一件，这是咱的名片，必须得有一啊，必须得您那个啊，对，必须得有一件黄釉嘛，对吧？啊。所以给大家带来了我们这次的自德堂收藏的单色釉专场啊。其实关于单色釉的这些个，先请金先生给我们讲讲关于这个单色釉的一些，您对单色釉的一个就整体的一个感受吧，对吧？嗯，大家好，我是金立言。今天呢非常高兴也是回家，因为我在嘉德工作了8年哈，当时经常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刘洋总经理啊，一起。这时候我是金立言先生的助手，一起出差啊，一起征集啊，一起这个拜访藏家啊等等，有很多珍贵的记忆啊，其实是挺有感慨的。我刚才看到后边我们的那个图录哈，还有当时我负责这个紫砂啊，负责了前后好几年，每一次呢都有一个专题的呈现。那个紫泥琢玉啊，紫泥工玉啊，等等哈，我看到哎，还摆着这个紫砂的图录，就是当时我在嘉德的时候，我们这个一起，留下的汗水的结晶，特别高兴。所以，除了紫砂，瓷器您其实是您其实更大的一个项目，对吧？是。所以当时在日本回流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是下了功夫的。这个很多日本回流的这个器物里边，其实也包含了很多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的单色釉。因为日本我感觉回来的单色釉就偏占的比重其实是挺大的。没错，这个和日本文化也有关系，因为在茶道、花道里边，作为花
器嘛，来插花来这个鉴赏的话呢，一般的不会用彩瓷和青花，为什么呢？会喧宾夺主。所以呢，自从这个江户时期以来，在日本的茶席里边，当然这个包括煎茶和抹茶两类啊，传统的是抹茶，就是我们看的千利休的那个传统的那个，对。那还有呢，受到了这个明末的文人的鉴赏影响的这个煎茶啊，这个也非常的兴盛，尤其是在这个江户晚期到了这个明治大正时期，那这个煎茶的器具呢就更丰富，包括文房四宝，包括这个各种的这个绘画，还有呢它的这个插花也非常讲究，一般都是用的是清代官窑的单色釉，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流传在日本的这个清代瓷器，那茶叶末呀、窑变釉啊这一类的东西最多，因为呢也是和它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的这个喜好是有关的。我们这次有一个那个我们自己那个单色釉专场里面，其实这次我跟冯总也算不谋而合，冯总支持我们15件单色釉，其实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单色釉的专场，我们里面有一个仿龙泉的洗，它在那个就配了一个日本的那种木盖，还有座子，它就叫水纸，对吧？就是盛放热水的、盛放水的这个器具。煎茶的时候，就煮茶的时候那个水，对吧？对，就清水从那个水纸里边舀出来，然后呢，在这个舀到茶碗里边。米兹萨西这个是很多的中国的器具呢，到了日本呢，它都被这个造型合适的话，都会被转用。你比如说笔筒，有的配一个漆盖子就变成水纸，就笔筒用作水纸的就比较多，特别多。还有咱们那种龙泉窑的这种敦师大碗，也经常配一个漆盖子，流传在变成了水纸了。所以这种转用的这个文化，也是日本的一个很独特的文化现象。就刚才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个哈，笔筒，哎，我们的撒兰那个，撒兰釉描金的这个，对，就是像给大家可以看这种笔筒，其实像刚才金先生说的，如果他在日本的话，配一个那种黑漆盖子，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水纸的那个作用，没错。嘉德的这些年，其实经手了相当多的海外回流哈，日本回流的这一类的东西。尤其日本的单色釉就更多了哈。对，您说两句。冯总，可以先给我们讲讲为什么选择，咱们先不说黄釉了，为什么选择单色釉这个收藏方向呢？其实收藏方向，因为我个人呢就是一直从事的是实业和金融方面的就是工作吧。那所以其实作为我来说，一方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如果从感性的方面来说，就是因为家里面的收藏，所以就受到了这种潜移默化的感染。您指的家里面收藏是上一代的？对，就是家庭的这种沿袭的这种生活方式吧。那所以自己呢，就是当有能力的时候，也会走到这个收藏的这个方向，而且呢，也是对古物特别感兴趣。那所以就很关注这个我们古董瓷器的一个方向。那首先先选了瓷器，对，就是一个大项嘛，因为我们收藏应该也是大家会有一个主项，就因为我们的喜爱应该喜欢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如果说从资金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去选择一个主力的一个项目来去作为自己收藏一个方向，因为收藏它毕竟是需要相对长一点的时间，那所以要有足够的热爱，才能在这方面去走得更远。那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瓷器，因为它承载了很多我们的历史文化在里面，也跟我自己的喜好呢息息相关。那所以选择瓷器以后呢，我就也会去学习和观察。那同
时呢，就是我个人呢比较喜欢这种纯洁，就是更加纯粹的一种美丽。那所以哎，我觉得单色釉这个颜色它很丰富，但是呢，同时呢，欣赏的时候呢，你可以有很多欣赏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吧。那所以我就很喜欢颜色釉，应该说是选择一条很正确的一个道路吧。那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去关注颜色釉、单色釉的这个收藏的一个方向。我跟冯总还有那个倪先生，咱们第一次见面其实就是一件单色釉当时我们那时候我还负责我们家的4季的拍卖，当时封面是一个江德红的太白尊。当时那时候微信它都还没有呢，那时候早去了，非常早了，听起来10年吧，应该是10年嘛那时候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冯总当时就是看的那时候都是应该只是看了那个我们这个拍卖图录纸质照片了当时买了一个太白尊，那是咱们的缘分就是一个单色釉。没有到现场对，就是委托了刘总帮我们，就是没见过面所以应该说我们对嘉德也是非常信任的，谢谢您的信任。嘉德走到30年所以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也是艺术界的一个大幸的日子。今天您是主角。对，所以讲到这个收藏，其实就是我觉得源于热爱吧。那同时因为自己的工作经历，我就觉得，哎，我在资金方面的分配上，我要做一个合理的分配。哪怕是这个，我觉得咱们好多观众朋友是这个挺关注我想收藏，但是我该怎么做对，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收藏是不是离自己很远，或者经常看到的一些宣传里面也觉得好像哇，这收藏特别是古代的器物，它这带着这么多的历史的讯息来到，会不会是很昂贵？这是经常大家会想到的问题。我很喜欢，但我觉得它是不是很贵？然后可能这个标准我又不懂，我怎么去买？很多朋友不像您有上一代的那个一些基础嘛，有的那个现在咱们很多收藏朋友，他真的是两眼一摸黑现在想进来的话，您给大家指明一个方向，对吧？经常去参加一些讲座，像金博士也是经常去做一些活动。那在这些活动里面呢，其实收集到最多的问题，大家问的就是，首先怎么去进入？第二呢，就是觉得哇，这个领域水很深，我很害怕。然后第3个就是觉得我是不是钱不够，是不是等等一等，观察一观察。那关于这个呢，我就金博士也很有经验但我就讲我自己从一个藏家的一个角度去讲这个。您的身份来讲这个事情最合适，就怎么去布局做这个事情。首先呢，讲到的就是这个器物，我们选择了一个方向以后，我们去关注它。但是关注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分开几个的，一个是眼力和我们的这个洞察。比如说眼力，那可能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去锻炼，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刘总或者像金博士一样，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本来我们工作环境里面就有大量的这种机会去接触和学习，就是在一个学术体系里面，作为大部分人来说是业余的，那我们的眼力可能更多的是借助一个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是大拍卖行它这种品牌的信用，因为大拍卖行在这方面的把握把控，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专场，像刚才刘总提到的，比如我们30周年的这些重要的专场，那过去我也是这样通过这种，包括这次专场释出的很多的藏品，就是我当年用这种方法去购入的，比如像梅荫堂的专场这些购入的器物，那这些专场上面释出的器物，应该说在真伪方面我们不需要去存疑，因为它的无论是它的流传记录和里面经手的专家学者等等的，
那所以在这方面，我就说这个眼力的方面，我们可真是以借助于这种方法去排雷。咱们可以就是您说到这儿，咱们就翻翻这个书，基本就渐渐有来源。是吧？这就其中这一件件就是来自于美英啊堂的一个收藏。对对，就咱们可以从头都可以件件都能。这是梅英堂的专场，对，在梅英堂专场是这都是赫有名的这个是特别知名的对吧？啊，对。然后像这件茶叶墨哈，茶叶墨釉这件对这个你看就是流传在日本的这个特别这个原装包装的喜闻乐见的也是我们知道这个文献上叫这个太极指锤瓶嘛，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鼻气扁平哈。那其实这个鼻气扁平啊，特别受到这个宫廷的重视，因为一直到这个光绪对吧？在这个大运瓷器里边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种这个浊器里边，还有这个太极指锤瓶。它被留下就说明它很经典。没错，从乾隆一直到光绪，对吧？雍正那时候还是小，就不是这种规制的，对吧？小尺寸的好像有，但是呢，到这种30公分的这种形成一个定制的乾隆是滋润。而且呢，活泼呢，就说呢，它有一些个变化呀，有一些这种鲜活的这种釉色的呈现，所以呢，我觉得特别好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对这个单色釉有兴趣的话，就是从这种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入手，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数量，价格呢也是比较公道合理的啊。比如说咱们自德堂这件，对吧？对，这件入藏也很多年了，10年，您这基本都是这次专场10年起，10年起吧您说起来源，我真是觉得这个是那个我们香港嘉德，然后是一个很著名的外交家梁诚先生的后代嘛。对，这个乌金釉哈，金老师呢，乌金釉其实这个釉色也是非常的难得，很名贵的，大器也是极少。乌金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见的乌金郎红这些。真正够康熙的其实不多，这件就是特别康熙嘛，是就开门康熙是然后呢，这件器物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录来源，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梁诚，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对，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梁诚的先生的旧藏，清华大学就是他，对吧？梁诚就是把庚子赔款谈回来的这么重要的功臣哈，因为庚子赔款就是得到了美国的赔款，然后呢，这些赔款呢也就用于了清华大学，就建校嘛，建校，然后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知识，通过这种来去改变当时面貌的一种当时很重要的这种活动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很重要的。您刚说起传承，咱们就随便翻几件，就全是这个。对，第一开场的基本上15件东西都是带有传承来历的吧？因为我在我的收藏里面呢，传承这个是我非常关注的。所以我入藏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来自于几家大拍卖行，他们的专场。大拍卖行您这大拍卖行都不够哈，主要是还有您比如说第一个大都会。对吧？还有来自就是这种重要的博物馆，比如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些传承记录下来的这些器物，所以这些器物未来到了新的藏家手里面，它依然可以延续着它的传奇的故事。我觉得现在咱们老说这个传承哈，这个我想大家都特别的深有体会。其实它呢是一个为这个器物增色添彩的一个要素，对吧？因为你看这个，包括书画也是这样哈，其他的金石文物更是这样，可能比咱们瓷器在这方面，就是说重视的更早，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比重更大。其实呢，它是一个为器物增色添彩，为它的这个文化价值更加添筹码的这么的一项内容，这是我的理解。对，所以呢，大家这个当然了，近
年以来哈，可能这也是辨真识伪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条件，或者是辅助的一个判断哈。方方面面都起到了作用。我做这个拍卖工作，其实我一个感受就是，现在这个传承来源，我觉得越来越重要。就是还是回到原来说的嘛，因为作为大部分的收藏，大家并不是专业的去在研究体系里面的，像在研究体系，那像刘总和金博士，那是目光如炬。辨真识伪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进入这个领域，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避坑的一个方式。对，因为大家并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工作环境。那如果说我们还变成要专业才能去研究这个东西才能进入，那这个领域就太难了。所以我们要提供一些方法给朋友们，就是用什么方法，比如像我这种方法，我能做到像今天大家觉得啊，这个自德堂做到这个其实很好，其实我做的事情您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把这些方法告诉大家。这些方法其实不难遵循，当然你要持续的遵循，那需要耐心，需要坚持，需要坚守。但是如果说您持续的去在这个方向去做的话，那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东西未来也是更加有它的附加价值，无论是它目前的价值，未来的增值空间也是会很理想。那所以这是我自己收藏去分享的一个很好的路径。首先第一个就是从传承这个角度去避雷，然后去容易进入这个收藏这个领域。同时呢，这些器物呢里面呢，它还承载了很多故事。一个传承里面这些故事、这些人物、这些特别是一些文化名人，像刚才讲到的梁诚先生这些文化名人，他的这些文化的背后的故事，又能服务于这些器物更多的价值，附加在这个东西上面，对吧？就是其实收藏是学习的途径，就是说你那个不关注它，不把它这个纳入雅藏的话，也许你永远也不知道谁是梁诚。真是这样。对，就像一个就是打开一扇窗，没错。比如说平常如果说我们学习历史，我来之前呢，其实就讲过一个关于文化自信的这么一个讲座，当时听众们就很感兴趣，回头就是跟我反馈说，哎呀，这是他们听过的，就是别开生面的一场历史课，就没有人这样去讲过历史，因为我带入了器物去告诉他，可能平常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你很难带入，就觉得这段历史是在过去发生了，它不是那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一旦同器物，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原来庚子赔款就是我们背的历史书里面的2句话，某年某月谁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但是这一天你发现原来这件器物背后是有这个故事，你就特别感兴趣，你就愿意去了解那一段风云变化，才发现哇，这就是让文物活起来嘛，对吧？真是这样，就是真是一个学习的途径。就像咱们谈起来，就是咱们瓷器哈，喜欢瓷器人说起来，唐英好像就跟老朋友、老前辈一样。你说这种情感，可能也就是在他们瓷器的这个圈子里有这个感觉。应该都是一个300年前的。是啊，对。但是就像朋友一样哈，就好像是一个30年前的人一样，其实他已经300年前的事。这种感情就是与古人对话，对吧？你就通过器物和古人对话嘛。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艺术品收藏鉴赏的一个特别能够使自己的情操得到一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享受。这也是我们的收获。我觉得就是我们收获，就是进入收藏领域，爱好很重要嘛，喜爱。但是如何延续这份热爱，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延续热爱。同时呢，我自己个人经验呢，刚才是讲了第一条，就是我们的从传承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避雷，快速的去进入这个门类。那第二个方法呢？也就是我讲到的，就是说，经常大家说是不是现在东西很贵，很难买入，
比如说觉得是不是我要等等再存下钱呢，或者怎么样去看，非也。之前我不是在嘉德这里也拍过一个纪录片啊，当时是咱们那个 BBC 的那个，那条片子当时拍出来，很多观众给我的反馈就是没想到是可以进入的，因为我当时拍的好像没有那么难，他们就是以为就参与这个拍卖可能要一个很高极昂的其繁琐，或者说是对，看完以后大家对大感觉就是难怪这个板块这么蓬勃，原来我们也是可以参与的。就像我这个专场，不是我自己因为做这个专场去说，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件乌金釉，我们的起拍价才是8万，我相信在北京绝大部分人都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所以很欢迎在屏幕前的朋友们。其实你即使不买或者未必买得到，但是你来感受一下，就是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这个圈子，你来尝试一下，你才能进来。就像您像就刚才说，咱们通过东西去了解历史一样，你不参与进来，你永远了解不了。是的。而且冯总，刚才您说到了就是传承这个事儿，因为我想接着您这个往下说一个事情，就是您买的东西都是有传承的，等于是前人做的事情。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冯总这个专场里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前人做的那些事情，您也在做，对吧？就是咱们咱们去广东省博做的这个展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不能，这个是咱们这个专场里的作品，我觉得一个相对于其他的一些作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和特别之处。这个又联系到我们另外一个专场天明楼，天明楼是在咱们业内这么一个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其实他做的很多事情跟就是咱们是有异曲同工的啊。是。他当年的很多东西也是参加很多展览，包括上博呀、红喜啊等等各处闽球的各种展览嘛。香港大学。对啊，然后您其实您的东西咱们，所以其实我觉得收藏它就是我们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嘛。文化活动也许大家在谈论当下很火的，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文化自信，我们如何的让传统文化去传承。其实我们的文化活动里面，像我们这种实体的收藏，它就是一种传承的方向。刚才讲到天明楼葛先生，我也经常去拜访他，我觉得收藏就是让文化生生不息，然后是让这种传承延续下去的一种方法和方式，就是这种是薪火相传的一种方式。前人做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依然在做，到下一代人也在做。就是您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咱们做这个事情，让公众了解文化，了解收藏啊，就是同时也给他们播下了一个种子，这是让他们将来这些东西，你比如说天明楼，我们现在回去啊，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是天明楼这些东西，真是一点都不假。其实泽德堂呢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些过若干年以后啊，大家想起来啊，这些东西当年我在广东省博看到过，对吧？其实就是这不负人传后人。总结每次都是您来总结这个话。金博士那是博学大家。就讲到这个广东省博物馆这个展览，我觉得您其实已经过去了5、6年了，但是依然历历在目。其实每一次展览都是一个全身心的一个付出。这场展览特别棒，叫做五色祥云，自得堂藏宋元明清单色釉瓷器的一个展览。当时在广东省博物馆展览的时候，哇，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多人会到博物馆来去看这种古董，出乎了我的意料。1个月的展览期间，有20万的观众是进到我那个厅，不仅仅当然进省博就更加多人了，因为是每个厅都有记录的，它会有计数的，在计数的。这个数字让我非常惊讶，没想到这么多人来去看，而且我看到很多。因为那几天我一直都在，基本上我都在，因为很多团体预约了我，就是藏家本人去讲述这些内容，就是专门的团体导览这样子。我
当时讲了40多个团体，这个月虽然广东省博物馆是有这个导览员啊，但是很多团体的预约我还是愿意去做，然后去分享、去讲述，所以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感动，这么多人来去听，去愿意去接触这个领域，而且其实有的还是在这个领域是已经有一定建树的学者专家，也是多次的到达这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呢，当时开幕的时候呢，就故宫博物院的冯小奇老师呢，也是到了现场，他也是当时的鉴定委员会里面的其中的一位。当时我们是就是组织了，就有广东省博物馆呢是组织了一个5人的鉴定小组做鉴定的，其中冯小奇老师是其中的专家学者鉴定。然后开幕式当天，他也到了广东省博物馆，在开幕式上面他就讲到，他说单色釉其实在宫廷里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大项，但是呢，像故宫呢也没有做过这种专门的单色釉的展览。还真是的，对那个咱们聊天时您说起这个，我回去一翻，好像还真的没有。所以他当时就觉得，哎，我们这个由藏家去做了这样一个展览，就觉得非常的好，先迈出第一步。而且布展呢也是特别的别出心裁，因为当时我们就想说，不像说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常设展这么浩瀚的展物，就想是有一个温度的体现藏家收藏的一个理念的展览，所以陈展呢并不以时代去划分而是以它这种器物的像类似于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角度去区分这种这种展览的一个区域，所以非常有意思。这个展览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有出书，广东省博物馆的出书，所以呢，里面呢又有多件器物呢，是当时展览里面的一个器物。那这次等于就是这个专场释出以后呢，我挑专场拍品的时候，我就留意这个，尽量挑这个展览。给大家呈现一下这个广东省博参展的这个单色釉的名品，一半以上。哎，对，很多的一半以上哈，都是。我记得还召开了学术研讨会，是吧？那个任之路老师等等都有参与哈。是啊，就当时的对，这对蓝釉碗，哇，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颜色非常的深邃迷人，非常漂亮，宝石一样哈。对，是好的，好的。对。撒蓝釉描金的笔筒，对。其实当时挑东西的时候，每个颜色我只挑一件嘛。如果同等的地方有展览的，那我一定我是挺重视这个。如果未来的藏家如果入藏了我们这个展览的话，就是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本五色祥云的这个广东省博物馆出的这么大的一本书，厚的书，就是给到新的藏家，通过这个嘉德，我们给到新的藏家这个很好的一个注入。先替买到的收藏家谢谢。真的是，我挑的，而且有点私心的挑的这个。而且就是特别里面呢，就是刚才刘总也讲到，挑了我一对雍正的黄盘子，那对盘子的展览就更多了，更多。因为这些年也是蒙嘉德亲眼有加哈，从2016年是吧？第一次就做了一个皇家气象的展览，就是黄釉瓷器展览，当时非常轰动啊。咱们的展览，我觉得真的是，就您这边的展览是规模越来越壮大，然后那个越来越怎么说，越来越好，真的是。而且就可以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咱们国家的公立博物馆，如果针对私人藏家去办展的话，是。我用可能不恰当，是很苛刻的，可以说是，对吧？是的。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正确的嘛，因为博物馆做展览要对公众负责，一定要保证东西绝没有问题。是。那您的东西能得到公立博物馆的认可，我觉得这个那就说明咱们的东西绝对过得硬。连公立博物馆给私人藏家做展是很少的。对，而且的程序也是非常的繁复啊。但是当时就是出一段我跟您交流，就那段时间我去找您，我感觉您也是挺忙得不得了。对，是的，做一个展览几乎就是像金老师也是多次做展览真的是大家可能看到开
幕其实最后呈现的那刻，前面我们大概要给大家看的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其实我们筹备都起码要1年多的时间去做这，从这个我们这个等于选题，然后才开始策划展览，然后到出书，特别是出书这方面，里面的环节是很多。当然前面还要就是经过博物馆的严格的这样一套系统，包括从鉴定等等的这么一套系统，去走过来。那所以展览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它就是一个分享的平台，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当时您其实就是给这20万观众播下了一颗种子，对吧？是的，有些朋友啊，说不定这次就有收获嘛，有的是吧？在这个自德堂专场里，即使这次没有收获，那其实买到的东西，买到的朋友们，买到这件东西的朋友们，他以后就会有一个收获的时间，一定是有的，我觉得。是，就是这个过程，我想，其实虽然很辛苦，但是收获确实满满的，就是很开心。因为我经常会去想，别人给你的一个称号叫收藏家，我觉得怎么才能有资格做一个收藏家？就像商人和企业家的区别一样，我觉得，如何的能不负这个名号哈？那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除了我们花了真金白银把它买回来以后，那这些器物跟我们之间能发生什么关系？它过去的故事，我们能不能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对，然后它里面的蕴含的这些比如说可研究的这些方向，我们能不能把它发掘出来？然后延续，就像金博士讲了，延续它未来的这个故事。就讲到展览，就像上次刘总也到了景德镇，金老师也到了景德镇的我的那个景德镇黄釉陶瓷博物馆的对比展，那个是纯黄釉吗？对，没错，那个对比展就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个就是咱们这对盘子刚才说的展览就丰富嘛，对吧？对，就是有这个对比展，也有展览，没错，我有记得。那对比展呢，可能如果是不玩瓷器的朋友哈，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的里面，我稍微的做一个解释，什么叫对比展？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些官窑瓷器，所谓官窑瓷器呢，就是在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这些专供皇家使用的这些器物，在明清两制的它是有严格的典章规定的，这些器物呢只能专供皇家使用。那剩下的器物，就是没选上的这些器物，它可能未必不是次品，只是没有选上而已。但是它的命运呢，就是要敲碎掩埋。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有机会去景德镇去参观的话，去到御窑博物院，看到的是大量的这种瓷片的地层，都是碎片的。这特别是在最盛世的时候，那碎片就是最多、最严格嘛。包括像这种黄釉瓷器的碎片是量大到当时他们跟我讲，开挖的黄釉瓷器的这个现场已经不能用人手挖了，太多了。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碎了多少黄釉瓷器，要求最严格的，他们当时是用机器挖。人手挖都挖不过来，太多了。就是这个黄釉地层的瓷片如此之多，违反考古流程了。那我是不是这段能出去吗？就是它的这个器物太多了，这个碎片。那对比展呢是怎么样对比展呢？就是我的这个完整器，就当时选到宫廷里面，又留存到现在。我收藏了这完整瓷器，然后呢，就是跟考古研究所出土的这个残器或者修复件做对比。这是一个就近些年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展览的模式，很流行的一个手法。现在故宫后来不也是做这个好多地方都有藏品和景德镇的对比展？对比展，对，还在您这之后了，应该是是吧？应该是在应该是同期，因为故宫做了很多，所以就一直在做。它是从明到清就一直在做嘛，就是对比展。咱们对比黄釉嘛，对吧？我们当时就是做对比。那这种就是比如说国有体
系的这种考古研究所跟私人藏家的器物做对比展，应该见到就是这一次，没有过哈。暂时还没见到别人在做。对那所以做出来以后呢，当时还开了国际研讨会，当时2位老师都有一起到现场到现场参与。当时是来了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后来呢也就在这个领域呢出书。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终于能够因为我的收藏能够为这个领域提供了研究的砝码，因为我的收藏啊，对，能够甚至在这个领域有所推动。因为后来出了书籍，里面有多篇的这种著述论文，来去在这个方面去做研究。因为这个对比展览用到了这个相关的藏品，这个很重要，对吧？就是说，它为社会做了贡献。为学界呢提供了新的资料，被大家所关注，然后把它的文化价值呢加以进一步的发掘。是，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终于不负收藏家这3个字。唯一比较遗憾的，我这次只掏出来一对黄油。我们来日方长，刘总。我贪心了。所以真的就是一聊到这个，你看咱们三个就是穿梭于这些时间点哈，其实很开心啊。所以收藏之前咱们定的提纲根本没有意义啊。我们不需要提纲啊。我觉得这个单色釉之美哈，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哈，因为呢，这个单色釉之美呢，其实呢它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我觉得，在这些个彩瓷啊、青花哈这么多的这个丰富的工艺技法里边，那单色釉它有它独到的这个历史意义。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陶冶图册啊，这个非常著名的，咱们在这个故宫的武英殿的这个瓷器展厅的门口的这个空地上面也那个复制成了这个展板啊，在那里。那这个陶冶图册里边呢，有一句话呢，其实呢特别的深刻。他说呢，窑瓷可验文明之象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瓷器的这个烧造哈。官窑瓷器的这个烧造，其实呢，它是一种这个太平盛世的一种彰显。那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么多的种类的这个官窑的瓷器釉材里边哈，那单色釉呢，其实呢，它的独到的意义在于呢，它就是窑火天成的啊，尤其是你像窑变釉啊，你像这种。釉色呢，它人为是没有办法掌控的，所以呢，乾隆9年的时候，唐英专门有一道奏折说，我们烧的这个红釉的器物哈，它出窑以后变得色彩斑斓，这个真是祥瑞之兆。对，专门的汇报给乾隆皇帝。所以你看，可见在当时哈，一件好的单色釉的这个烧成，也是一件大事儿。所以我就联想起来，咱们故宫最出名的这件瓷母哈，上面有15种釉彩，里面也包括窑变釉，对吧？还有这个仿官歌的这种开片的一层釉，对不对？文饰带，哎，没错，文饰带。那其实它要呈现什么呢？其实它要呈现的是说，你看我们乾隆盛世哈，能够把这么多这种釉彩。哈，集于一气，把它的成功的烧造出来，那这是一件大事儿，这就是文明之象啊！你想，这个社会要是没有那个实力哈，没有那个工艺方面的这个高度哈，还有这些社会的鼎盛的这些风尚的话，那是烧不出来的。所以呢，我对这个其实理解的。颇有感触。那在颜色釉里边哈，我们就看到了这方面的呈现。那所以说，我觉得颜色釉其实你要在这个宫廷的眼光来看的话，它可能比这个彩瓷和青花呢，有的时候更加的技高一筹，对吧？大运瓷器到最后
还有几种哈，单色釉一定会保留，对吧？对窑变釉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茶叶末釉也是，对吧？还有仿鸽釉吧，倒光的时候那个鸽釉的那个八卦瓶、方瓶，八卦瓶，对吧？罐耳瓶，对，罐耳瓶，对。所以说这些个呢，我们回想起来呢，都是这种文化背景的呈现和文化价值的体现。是的。啊，这是单色釉，因为呢，之前其实呢，因为我的朋友啊，除了收藏瓷也有收藏书画呀，这些朋友交流。那玩书画的藏家呢，他们经常会讲出一个问题，这个我就要看看刘总和金老师跟我这些朋友们去讲述，他们的想法就觉得我们收藏书画，感觉好像要比收藏这个器物有点高级一些。然后刚刚金老师就会讲到，哎，我们这个其实话题，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是相通的。我经常跟他们讲是相通。这次我有一位朋友呢，因为我就是也这个专场就关注到他说我其实收藏里面除了瓷器以外都收藏了。对，我说这就是你那位朋友，我说你这就是你这个改变你收藏的一个丰富收藏体系嘛。对，应该要丰富。金老师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宫廷艺术它尤其是相通的哈。唐英本来就是一位艺术家，那他的这个当时的顶头上司年希尧也是这样的一位艺术家。你看年希尧是当时学贯中西的一位科学家，他和郎世宁的交往这个特别的频繁，而且呢特别的有深度。把这个《士学》这本书哈，就是第一次在中国的这个文人士大夫的这个世界里边介绍这个散点透视，对吧？用他的原话说是定点引线之法，就是一个点射出来，你怎么样具体的逼真的表现这个事物，表现这个器物。所以当时特别有意思，他那个《士学》这本书里边呢，引用了6、7幅插图是用的当时的官窑瓷器。所以这些个大科学家、大艺术家，他们所设计出来的这些个官样的瓷器，还有他们所创作的这些个，他们都能书善画嘛？书法呀、绘画，那一定是这个一连托生、一脉相承的东西嘛？是的，对吧？都是符合这个宫廷的审美的这个一些作品。他们虽然不是亲手去做的那个人，但是他们是在那个幕后控制和设计的人嘛，对吧？而且就是像我们这次专场里面呢，就是刘总也设计了，我们这个是盛清3代，就是康熙、雍正、乾隆，大家也应该知道这3位皇帝他们的学养是非常的高的。那就是其中你看每位皇帝，特别像雍正皇帝，他对他制造瓷器，其实他很多是他亲自的去给很多的建议意见，甚至我们也在这个记录里面能看到。档案里太多了这种东西，而且你还感觉到这个人是要求极其严格，我觉得就是其实雍正皇帝他就是最这个有这种复古情怀的，所以你看5大名窑哈的这个在清代官窑里的呈现，其实是从雍正官窑开始的，对吧？你看康熙哪里有什么仿歌窑、仿这个汝窑的东西啊？没有，对吧？虽然有天蓝又有豇豆红，但是呢，那个是这个刘源呀、臧应选他们的这些设计，对吧？和宋词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从雍正开始就特别的这个欣赏重义这个宋词，所以看到了这个窑变釉它是仿钧，对吧？铁骨大官釉它是仿官，铁骨鸽釉它是仿鸽，对吧？这些个都在这个这个陶成基石碑记里边所体
现出来嘛。当时仿古采金57种，仿古就是仿宋词为主，采金呢就是独创的，包括您所钟爱的这个低温黄釉，就在采金里边。比如说咱们这次没有雍正的那个就是仿宋的釉色嘛，但是咱们连续就是因为咱们排图录也是连续排了3件，第一个就是江台仿定，但是3件乾隆的作品，但是其实它也是跟雍正一脉相承的，也都是这应该是早期的那种的，对，是那种花一点的。虽然说这些器物并不可能说是帝王他亲自动手去做，但是它里面全部是这些帝王他自己的高级的审美蕴含在里面，他的要求啊，对吧？对，他的严格的要求才能达到。像这件器物哈，它的工艺，我们说到的釉色，它是仿官，但是仿定嘛，这江台仿定，但是它这个器型是当时应该说是创烧的这么一个，就是根据他的审美又再次融合了，借鉴了一些铜器的那个造型。对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线条，这些腰身这些线条，就是蕴含着当时他的那个最高的一种审美在里面，可以说是这件器物就是在当时来说就是古今打通古今的这么一件器物。对，创新的东西往往都是有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嘛。你看这个创新的品种，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因为前无古人嘛，你器型也好，釉色也好，对吧？窑变釉在这个雍正创烧成功以后，那一直延续到清晚期，一直延续到今天，对吧？这是仿定哈，仿定。这是一件仿官釉的啊。这件仿官釉其实就是我跟金先生聊，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像刚才那个江台仿定的，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官窑的一个传统品种，它后来衍生出了青花的品种，钱家道咱们就是都有。但这个造型其实我是第一次在经手这样造型的乾隆官窑哈。后来我们很少见啊，对，台北故宫有一件一模一样的东西。目前查到的例证就台北故宫有一件，金子一件。对，这是我觉得是这本书里其实就是最少见的一件，对，罕见，对，非常罕见的器型。价格也很公道啊，这是50万是吗？你50万啊，对啊，这件而且是冯总，这是又牵扯到另外一个购买藏品的一个地方，就是香港中艺哈。香港中艺是吧？一个很老牌的这个。它虽然是香港，但是它给人一种那种国有文物商店的感觉，对吧？是的，其实当时就是在香港13年是吧？我看这是13年，对，而且这里还附了一个当时中艺的一个证书啊，证书做的好精美，我们要学习一下。13年还在中艺能够买到这样的器物是吗？而且价格还挺公道。是吗？这是出乎意料的啊！要按照一般人想的，香港这么多高手云集的地方是没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捡漏的机会。对啊，我们就是我们家收藏呢，一方面就是在大拍卖行，像早期以前在过去呢，就是文物商店，国内的文物商店也有国内的这种文物商店，就当时广州市文物商店，我们家有收藏。另外呢，就是像这种香港的中艺，那它当时其实就是很重要的销售国货，这种国货是不普通的，就是这种价格顶级的这种国货的重要的场地。那因为买的多，所以也是它的一个很优质的这个就是白金卡了，这个不只是白金卡了，超白金了，黑卡的一个这么一个用户，他呢当时就是他的一些周年庆，比如说我其实听出来，就是咱们去买不到这件之后。没错，就是应该是这种内场周年，它的一个特别的就是日子里面，它会有一个内场，就会有一些他们的
就是老仓，我们说老仓出来的拿一些器物出来做这种。你得买到它一个客户等级才有资格。13年还能买到这样的，在中艺，这个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其实我还真是，对。它就是，比如说我们挑选完了买完了，它才会在外场去做一些活动和销售。咱们可能只能看到中艺的这些货底子呢，都是内地这个剥去的吧，应该是是吧？对吧？它也是国内文物商店这个剥掉过去的卖，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个交易的，也是有出口创汇的这个味道吧？我记得是。对。而且当年也是经广东出去的这种。他在国内的文物商店买，应该是这样的。现在就不可以了，当时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出去的，就早年。这本书里最少见的一件，对，很罕见，都是五色祥云展览，这个不说了。然后第3件，这个还有汝佑的大碗，这是一个乾隆的经典品种。对，我今天在拍场，他们还给我发了个图片，就是那个美女啊，捧着个大碗的照片，就在看那个藏家那个他的一个太太嘛。我那个碗那大，然后美女呢就特别的娇巧，在那里这个照片对比很强烈，就是其实这么大的器型的器物呢，其实很少见，很少见。这是乾隆特有的一个东西。对，这个胡慧春先生的赞德楼吧，有一对吧，我记得是是雍正的，那是雍正的，这个是捐上博的那个。对，这是乾隆的，对。也是乾隆的，赞德楼对吧？就是很少见的品种。它的这个就是体型硕大，而且呢，在当时的这个工艺里面，这么硕大的器型能烧到这么规整是很难的。而且仿汝一般就这种大的，我经手的这些大碗，多少什么黑点什么的会严重一些。这件的颜色非常均匀，很漂亮，这是我见的比较优质的一件东西。对，是所以其实我当时入场也是就是要求的标准，在这方面就是品相方面要求也是很严格。那这方面未来的藏家其实也是可以多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收藏，当然它有不同的类别，有些类别可能它非常罕有，那标准就可以。但是如果在可以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把它标准能够提高一点。您说起这个，您看就是您买，比如说，同样的东西，您要买罕见的那个，那相对不太，我就还有一个，就相对不太罕见的东西，您就买里面最好的那个。我觉得这也是比如说像这对蓝釉碗，大家这对蓝釉碗可能咱们在这个图录上看不出它的美啊，大家一定要来现场。相对寻常的一对雍正官窑碗啊，但是来现场看就不一样。拿这张照片，他这张照片照的真好，形容一只它那个蓝釉烧出了窑变的那种感觉。对，这么多年我只见过，就是这个呈现是吧？比这个照片没有完全呈现出来，呈现不出来它那种变换，那种晶莹的那种质感。就其实这本书里我们说的盘碗是很少的，只有这一对碗，还有后面有一对。那您说那种天蓝釉的小盘，下一件嘛，天蓝釉的盘咱们只收了还有一只单只，那一只又更特别嘛，就是说对，都是我们这次就是遵循黄釉先不说，收藏的真精细，加上流传有序。您说这种天蓝釉的盘子，我们见过里白外天蓝的圆款的哈，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款的肯定是更受大家，而且是里外都是天蓝釉，里外天蓝传承Martin 之类的太多了传承就是这个不是这不是马蓝釉那对是马前是的，这就是方框款在这边，其实这种双蓝。方框款呢，在当时也是相对来说就是级别高的器物，它会用到这种款制。我们见很多仿成画的东西用这个款哈，但是这个它肯定跟仿成画没关系。我记得第一次去您那边这个参观的时候，就
看到这个对盘嘛，然后我说哦这个可能是双框方款嘛，当时对就记忆犹新。这个可能差不多有7、8年前了，第一次去广州去那边拜访的时候就看到了。当时还跟郭管，对，郭学雷这个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我们一起去的嘛。对，民间藏词大戏啊，是的，是的啊，那个编纂是。下面一个，我记得还有一个，咱们就是把这几个盘，这对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了嘛，这黄釉的，还有一只乾隆的那个盘，我觉得也很特别，对吧？啊，这个盘子特别在哪里？刘总，您跟大家讲讲。说实话，我刚开始看到照片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半成品，就是因为这种它不应该是那种黄那个鹤绿龙那个黄丽鹤绿龙那个有点素三彩的那种嘛，那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官窑的一个标准东西，然后外面有画云鹤的、画赤龙的，还有画小花卉的嘛，这个是画云鹤的、刻云鹤的嘛。我当时就以为这是一个没上釉的半成品，等我就看到实物了，才发现其实它照釉了，那就说明它，您说那种我是见过那种半成品的，它不是外面要再加彩嘛？这个照釉了，那它说明它就不是那种，它很薄的一层釉是吧？对吧？也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完整器，它就是当时就是这样子出来了。对，它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半成品。这个也是我查了很多资料，这是唯一。第二次那个要低温的话，是不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上釉呢？那应该没有，因为我见过素的，对，有素的，它那种是在乾隆的是吗？乾隆的对，也是 Martin 专场，Martin 收这种也是。对，这种釉色，然后形制，现在查就可能是孤品，对，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再照，不会在这个就是说技术上可能在这上面是黄釉应该不是。我知道你说的那种素胎的哈，那种半成品吧，那种也卖过，英文叫 biscuit，就是饼干颜色的，对吧？它不是这种的成色，对吧？那没有那种晚期的我见过，乾隆的我见的我没有这么见过，是吧？我们拍过，所以在技术上看看是不是可行，这种对吧？反正很独特，就是说学术价值很高嘛，很高。对，咱们这本书2个 Martin 东西，一个那对蓝釉碗，它也是收蓝釉碗里最好的啊，这个它也收一个最特别的。这些大古董商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全品。这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15件15件器物，不仅是釉色不一样，而且器型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刚才说的同种颜色，咱们尽量选最特别的那个，即使是最普通的盘碗，咱们又选盘碗里面质量最好的，对吧？刘总也特别会选。这个不像夸我，刘洋选的，所以这个他是最有发言的这个什么了。所以非常盛情的邀请朋友们一定来到我们家的预展现场，把好的都选走了啊！冯总不开心了。我们这个展览真的是很用心，刘总。您说咱们这个，您说的是展览是咱们这个。对，我们这就预展现场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的漂亮，咱们要对得起这些东西嘛。是，整个展览所有都是一样，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这种高低错落展示出来，现场效果非常棒。咱们基本上也是那种立件、盘碗皆有啊，这是15种颜色，真的很漂亮啊。还有哪些咱们没给大家展示？我觉得。我们讲讲大都会的杯子吧。好啊，对，相当多朋友在关注这个杯子。这个您讲讲您买的过程。这个杯子是纽约大都会专场出来的。之前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说什么博物馆的东西还能出来销售吗？那这场其实很特
别，当时也是大都会的第一场的这个专场的释出。其实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在世界5大博物馆之一了，它的这种藏品呢，之前释出呢是从未释出如此重要的这个东方艺术品。这个中国艺术品，那这是第一次，所以那一年啊，从年头一直到大都会博物馆要释出这个藏品，应该说是全年啊，全世界都在争说中国瓷，大家就是说要存着钱要去纽约大都会买东西了。那在那一场里面呢，有很多很特别重要的器物，都是入藏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呢，超过100年了。超过100年的入藏，所以非常难得，机会难得。这个杯呢，就是那一场里面释出的其中的一只器物，而且它原来的藏家呢，也是一个当时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家族啊都是慈善家，在纽约是捐给纽约大都会的，所以整个历史已经有100多年了，100多年的入藏记录。所以看到这个品种也很名贵，这是胭脂红嘛？是，里面还有一个这个莲花的对花卉一个。今天我在预展现场看到那个屏幕出来那个效果，哇，非常漂亮，整个涌现出来。这件反正是这2天我们预展现场点击率很高的一件东西。大家看一看这个胭脂红这个杯，也反映了中西的文化交流嘛。对，这种胭脂红也称金红嘛，是从欧洲那个过来的采金，这就是那个新创的那个新创的，对。是。所以想一想，如果你入藏了一只杯子，已经是100多年前入藏这个大都会啊，大都会博物馆的，那多么有意思啊！对，其实您的收藏是站在这些就是博物馆和这些著名的古董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咱们下一位收藏家又站到您的肩膀上，一层一层的往上嘛。我觉得这个收藏它就是接力的，我们就应该是这种接力赛，然后大家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大家都是赞德龙。对，但是这过程之中我们拥有了以后很开心。另外，对于大家来说，你拥有这件器物开心，那相对来说是个消费品。但是我这种艺术品就不一样了，我们愉悦了以后，它并不是个消费品，它是个投资品种，就是未来还是有回报的，而且回报应该说还是挺理想的这么一个。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还有什么东西能有这种属性，既让你真的身心愉悦，赏心悦目，又能让你的这个投入的资金在未来还能保值增值，那是什么？就只有这个艺术品了。对，像这种古代艺术品呢，就更加了，它应该也是一个全球的硬通货了，就不需要教育，你去到哪里大家都懂嘛。这个瓷器 China， 大家都知道它的历史啊、典故、缘由，就不需要大家再去解释它如何去审美。这种审美早已经深入人心，就是东西方都认同的，大家都懂啊。所以中国的瓷器真是气承天下走嘛。对，到现在也是哈，它这个价值也是天下走。刘总功不可没啊，从业人员。小学生，咱们继续给大家都展示一下哈。刚才没有给大家。这件器物，金老师讲讲。没错，这种就是之前聊天的时候刚才说的这个釉彩仿生的器物哈。这个有有仿铜啊，仿这个漆呀。这件就是仿这个漆器的，对吧？我们看到也有一样形制的这个乾隆宫廷款的漆器，对，一模一样。而且呢，你看那个乾隆的这种仿朱漆的，也有盖碗，对吧？菊花瓣形的，格调都非常的高雅。那那一类的盖碗呢，还有这个大清乾隆仿古的这个款制。那呢，就是它是我们刚才聊到，就是一种记忆的呈现，
炫技啊，对，对，也是一种其实炫技的一种这个呈现。但是呢，它的更深层的意义呢，就在于这个文明之象啊，因为你看，它仿这个青铜器，它仿这个漆器，它仿玉器啊、木釉啊等等哈，这一类的东西呢，很多都是这个都陶官进贡的。最出名的就是那套扳指在台北故宫，一共有9种还是12种的这个釉色，那个呢能查到非常准确的活计档的记载，那是进贡的，所以你看这种进贡的东西都特别的匠心独运，一定要呈现出它独树一帜的地方，要讨得皇帝的芳心。没错，而且你看这种宗教法器也是很多这种这个仿生的东西，对吧？仿这个铜器啊，仿这个木纹的那个扎古扎木碗吧，扎古扎雅碗，对吧？都是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呢，我觉得特别值得重视。乾隆一朝就已经把这个仿生啊发展到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此仿一切，它就是是的，是的。这次红釉我们选了3件，胭脂不是胭脂珊瑚，还有一个正宗的红釉，对吧？漂亮啊，真漂亮，器型也小巧。这本书你看我挑的，尽量都是刚才说有私心，我挑有展览的嘛。其实这个红釉我是从我选这件是剔掉了另外一件没有展，不是这件是没有展览的，我用这件。因为它没有展览，其实按道理我应该选那件有展览的，但是我还是选了这件，因为我太喜欢这件了器型极其小巧。红釉是一个传统的釉色，但是这一件红色真的是特别，就烧得特别娇艳。对，颜色好不说了，造型我觉得是特别小巧，特别可爱，它就是那种小鼻器那种。对，尺寸现在是19.5不但可以上手。没错，咱们刚才是乾隆早期的嘛，你看那个款制的那个写法，是吧？应该是唐窑的精品。对呀，我是特别喜欢这种小巧可爱的，就是在书房里面，比如说咱们这本书也基本都是对，在业余放松的时候想玩一玩，上手一下，把玩一下，我们说人工打磨，就是摆在博物架里也很美观嘛，对吧？那个都是就是金老师说的那种境界，与古人对话。萨拉密桶刚才咱们简单说过，它当水纸用，但是它其实原物肯定还是笔筒了。对这件呢，其实就撒兰这种描金的，就是一般保存的会不好。这件是在比较难保存，那个金彩基本上是剥落了。这一类的这个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里边有康熙50几年的纪年的东西，所以这种的可能是偏康熙晚期一点了，对，已经很成熟了。这个金彩的状态也不错，这个金彩状态是比较好的。这只碗是一定要看实物的这个强烈推荐大家来看实物。看还有哪个我们没有给大家介绍？这个碗呢，有点感觉就像这微观的一个宇宙一样，它的变化无穷。就像日本的那个曜变天幕似的吧，看那个，对，它有变化。看那种感觉，随着光啊，随着那个心情啊，是的，特别赏心悦目。你看，咱说了半天，最重要的一件，我们的葫芦瓶还没讲，我们的葫芦瓶幸亏翻了一遍，最重要的这一件这个故事得您来讲，因为这个东西是分两次嘛，对吧？入藏，先讲讲这个葫芦瓶难的之处哈。首先，葫芦瓶本来呢，它是个传统的一个项目哈，因为葫芦，这种吉祥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符号，在宫廷里面是经常用到葫芦这种元素。对那葫芦它的谐音就是福禄代表了
葫芦，然后代表了这种吉祥寓意、延绵不断、多子多孙，因为葫芦也多子啊，所以呢，跟我们这个传统的多子多孙呢，这个是非常的契合。所以，然后呢，葫芦的这个枝蔓呢缠绕，所以呢，就是这个福禄万代哈，有这个寓意。那所以葫芦是长烧，但是葫芦瓶呢，它其实烧制是非常难的，就烧制的成功很难。那所以烧制到这种葫芦，它的造型能够这么完整不歪的，是非常难得。那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有个盖子，这一点点的盖子，其实它重要性在哪里了？就是整个完美性在这里了。葫芦如果没有了盖子，大家看一下，还有盖子，它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审美。那带盖的它很美，但是很难流传到现在，因为就那么一点点，所以呢，流传至今看到的葫芦瓶呢，几乎是不带盖的，几乎不带盖。那我这对瓶子呢，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故事，传奇的故事，就是当时呢，这是在苏比入藏的，就是香港苏比，然后呢入藏以后呢，就参与到了广东省五色祥云的这个展览里面。在展览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展览呢，就是传播的很广，然后包括出书啊，当时做的活动、宣传等等呢，就是广泛的被流传了。这个时候呢，就有联系到我，就是有这个盖子。当时呢，就是之前咱们刚买的时候是不带盖的，只有瓶子的只有瓶子有盖子，那让我欣喜若狂。但是呢，我也是半信半疑。对对，因为呢，这个盖子流传到现在是非常罕有的，那所以当然也是不要看那么一点点，这个盖子也是价格不菲。我说一个这个盖子难得，因为我刚才回忆了一下，咱们这个是有盖子的一个葫芦瓶。我现在想到嘉德卖的上一个有盖子的葫芦瓶，就是您还在的时候那对一对的那个，对不对？山东文物店的镇店之宝，那不是最早是那个是山东文物店的镇店之宝，不是咱的东坡斋那个吧？对，是第二次了。就是咱们加入嘉德以后见证的那一对，在嘉德20年收录的那个1年嘛，对，那个当时价格不菲的，我记得。从那之后，我嘉德没有的，我记得就没有带盖的了。葫芦瓶卖过好几个但是带盖的就没有。那这个盖子呢？当时呢，我是专门为了它组织了一个专家团队，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盖子，组织了个专家团队，就专门去做一个比对和验证。那确实是倒带的，确实是而且呢，就是讲讲它的烧制方式，在当时烧制呢，它也是分开烧的，对分开烧的。那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难得，就是能够配到对，因为当时其实瓶身和瓶盖它是分开烧，有的时候烧成以后呢，它未必能够卡进去的，因为我现在我也经常去做一些创作，所以这个能把它配套上去的盖子，其实烧制很难。对，咱们您这个您是有那个您平时也在做一些这种衍生的，所以您非常能体会到这个。而且我们也在做创作，对材料釉料，因为要做研究嘛，所以也就做这些方面的创作。烧一件瓷器真的是个很难的事，对吧？窑火天成啊，现在都很难，何况当年嘛。对，当年就很难，所以呢，这个盖子的配对应该说是一段传奇的佳话。当时就是价格也不菲啊。价格不菲啊，这个，但是我很愿意去付出。当然，就是经过了这个专家团队的验证以后呢，就终于帮他就是完毕了这个，就组成了现在呈现给大家看到这一对完整的葫芦瓶。反正我们可以这么说，盖子比瓶子少。非常少，好像非常非常少。博物馆里边是不是有这个也不多，带这个小的盖子的，这盖子做的很生动，还是是很灵动哈。我看你自己就是
一个艺术品。所以这件器物是，也是强烈推荐到现场来看，因为这种粉青釉呢，能烧到这么漂亮的粉青，其实是很难。青釉是我们传统的一种釉色哈，但是青釉里面是分很多个等级，其中粉青呢也是在青釉里面的，应该说是烧制到最难得的，最难得，应该说也是很符合现在当下审美的这么一个颜色。而且这种事儿也不就像咱们浑然天成的，它不是我们一定想要它就能得到的，对吧？啊，也是一个缘分的。是这么莹润，就是就像我们追求的玉的感觉嘛，玉质感，烧到粉青釉就是这种玉，这种通透，这种莹润，非常难得，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重点。这次我没有做封面，因为咱们是那个咱们做一个更怎么说呢，素雅一点的装帧啊，但是它其实是我们这一次的可以算是没有封面里面的封面。对。这是刘总也是专门为他做了一个独立的展柜去展示，那是一定要的。这张拍的好漂亮。是的。其实时间过得挺快，这1个小时的时间已经，我刚一看，竟然都已经超时了。是吗？不知不觉超时了。对呀。有朋友给我们提问吗？可以多多交流啊。其实也不需要提问，我觉得我想说一个最重要一点，我们的预展。对，还有明天、后天2天，我们在金茂万丽酒店，离我们的嘉德艺术中心也就是100到200米的距离啊。咱们说这么多，都还是耳听为虚，一定要来眼见为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欢迎大家。然后我们的这个预展呢，就是即使是没有参加过拍卖的朋友，我觉得刚才其实您也把这个拍卖的就是简单明了也传达给大家了啊，也欢迎大家来上手这些优美的拍品，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位，对吧？你只有感受到它，你才能参与进来，是吧？其实做颜起形式做收藏最重要的，很多经常看然后想，其实美并没有那么难。现在有的时候大家把美想象的太难了，其实美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面已经存在，只要你是一个大家的审美是趋同的，如果不是那么特别的一个审美的话，相信我们的审美都是在这个趋同的一个状态之下，你也会为它所感动。这些器物带给你的这种愉悦之美，就是你进入的动力，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买很贵的东西，但是你来体验、来感受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且我们是跟真正美的人、懂得美的人一起，对吧？我们在嘉德等您啊！真好。哎呀，祝这个自德堂的这个拍卖圆满成功。谢谢您，也感谢刘总哈，这30周年真的是一个大喜日子。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的荣幸啊！今天尤其咱们应该谢谢非常感谢金老师、金博士回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明天后天我们在金茂万丽酒店等待大家，谢谢。好，好，再见。再见。